轻松的算出一些合适的投放值，然后也不会被一些刚才说的特殊场景被骗，因为他做看懂。但是其实这种人家已经做过了，15年前做过，然后我没有钱买专利啊，没有钱去请律师帮我告，你看我用你的产品用了很多，然后希望你不要干扰一下。于是再想一个方法，N900为了调整整个环境的照明，所以它有设计一个照度计在一个角落，然后它会根据环境的亮度来调整屏幕的亮度。好，所以我想说利用这个东西来设计测光表。然后因为 N900里面是一个真正的 Linux 作业系统，于是就可以很简单的去读到那个深色的值。然后 Wikipedia Nice 有一个公式，那我就可以从它读到的接受光线的照度，可以去推算出对方物主着的灰度，然后知道照度和灰度，然后再套出一堆公式，就是相机用的 EV 值，好，很复杂，我们可以去看自己去查 Wiki。那么从这些公式推出来，再知道 ISO 88的东西之后，那我就可以用我的手机变成一个测光表。N900超好开发的，不用 close compiler，不用什么脱线交接 ，SSH 进去手机，然后用 VIM， 对，可以装 VIM， 装了写 Python 啊 GTK， 一个晚上几个小时就全部 KO 了。然后我有对照组嘛，拿 N900和现在很出名的什么相机 FN2做对照，做反射式测光表，反射式就是这样测量目标，然后误差非常小。但是 N900它机构上有缺点，我不知道它瞄准的目标到底是哪里，它没有一个 finder。好，反射式不能做，那我就做入射式。入射式就是拿到目标前面一侦测它所接受的亮光，但是问题来了，发现数值有时候会飘来飘去。后来研究了很久，才发现 N900它的机构，就是我在上厕所时发现，因为有时候灯光在后面，这样很亮，屏幕会亮，然后稍微转一下，被我身体挡住，它侦测不到灯光，屏幕就暗。因为它的机构关系，所以只能侦测到直接射进去的光线，它不像一般的测光表外面还盖了一个盖子。所以最后解决方法，我还是买了一个30年的。还是很好用，这是 Minolta 测光表。当然我们知道后来 Minolta 被 Konica 买走 ，Minolta 又被 Sony 买走，然后 Nokia 当然我们知道它很强，我很衰，我用了什么3C 产品，那家公司都会倒霉。但是 Minolta 这支测光表用了30年都还在用 Nokia N900，现在如何，未来如何，大家